现在呢是4点半啊，我觉得我还有20分钟到30分钟可以再留连一下。左侧呢就叫南沙期货产业园，这是它正式名称。这个前面呢应该就是凤凰大桥，看到这边也写着南山明珠湾区跨江通道工程首7段。我们再来回过头来看看，这边已经是有夕阳的感觉了。大家好，现在呢我在上横立桥，由朝中央呢骑下去，下了桥呢就是横立岛了。我要在横立岛上再逛一逛，然后呢在横立站搭乘18号地铁回家。今天骑行的第2段，很多路我都第一次骑，方向不明，再加上很多路段都在维修，我是随意的就拦住了，所以呢走了一些冤枉路。但是呢其实是一种乐趣，因为你一旦只要克服了这些呢，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你经历的多了，其实每次走错路都能够拐回来，经过了几次以后呢，也就是无所谓了，这个小菜一碟了。好，我们现在继续在这条路上向前骑行，一直骑到刚刚我来的时候经过的附属医院那个大楼跟前。好，我现在在横立镇大园村这里呢，继续往回骑啊。刚刚我也曾经在这边遇到红绿灯，在这边骑上横立大桥的，现在基本上就是原路返回了。这里居然遇到了拥堵路段，在这座桥上发生了拥堵，那我就只能发挥小单车的优势，穿插而行了。趁着有绿灯，赶紧拐了过来。好了，现在呢我又回到了接近横立站的这条大马路上了。我的右侧是中山大学附属第1南沙医院，看到雄伟的楼群。左侧呢也是医疗机构啊，是一家口腔医院。
我记得第一次到这个右侧这个大医院来的时候，还是一片工地啊，就跟左侧差不多。现在呢，环境已经整治一新了，这已经是完全不同的面貌了。现在呢是4点半啊，我觉得我还有20分钟到30分钟可以再留连一下，那我们就干脆去到亨利岛间去吧。从这个路口呢就可以进到亨利岛了，应该是亨利岛间啊。有很多路有化工程，没有结束啊。好，我们现在进岛去吧。比起几年以前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这里已经天翻地覆了。当然，如果要变成一座非常宜居、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的岛呢，需要几年时间啊。这条是亨利中路。前面呢就是金融论坛汇集的一个大的建筑物，边上的期货举行楼，应该算是运算中心吧，好像也落成了。我们就骑到那头作为今天骑行的终点。走在这条马路上啊，我就想起应该3年以前左右吧，第一次到这个亨利岛线来探险的时候，当然是一片茫茫的工地啊，正巧那是天门大桥，这个岛上大部分都被淹了。我们开着车越往前开，越感到没有把握，不知道会不会把发动机搞坏。那最后呢，还是坚持了下来，经历了一次探险。我记得应该是有视频为证的，到时候找出来跟大家再分享分享。过了3年左右的时间，虽然这边还没有完全的建成，但是呢，真的已经是今非昔比了。看看边上起了好多的大楼，主要呢是这些主干道啊，基本上都修通了。这是我现在骑行的这些马路啊，这个路中央种了很多很漂亮的花啊，因为花农们呢在不断的努力美化岛上的环境。
上市，放眼四周呢，还有很多的空地啊。就这些空地要把它全部建起大楼来，那又不知道等到猴年马月。左侧呢就叫南沙期货产业园，这是它正式名称。你看这个期货产业园啊，非常大，占地面积大，楼呢也建得很大。看来最近这里有什么大的活动呢？所以工人们都在这班加点，在进行施工，美化环境啊。应该是一个科学论坛要在这边举行吧。就这些横竖的马路，基本上都建起来了，只是这些一个一个坑，原本就是要起高楼的地方呢，基本上都还空着。看看这个江边的这种骑行道，各种设施呢，应该也建得差不多了。看我们转到里面去，到江边去走走。我的左侧呢，就是这个金龙论坛，样子很漂亮的，是一朵木棉花的形状。看看这边好像修了一些休闲的椅子，不知道通了没有，咱们到下面去逛逛。现在应该已经接近黄昏了，夕阳西下的时候了。我们来这边观观景。这个前面呢，应该就是凤凰大桥、凤凰山桥吧。这个地方弄了很多有遮檐的这种椅子，可以让大家到这边来闲坐。后面呢，其实起了很多江景的高楼，这些楼位置站的还是很不错的啊。就不知道谁会来这边买呢？这个就是横沥岛街啊，这个金龙论坛对着这边的一片水域，对面呢是万顷山的地方，也是在进行道路建设。好，前面呢就是明珠湾大桥，我们从这边往前骑段啊，骑到不能骑为止。就这条路呢是新修出来的，到处都在修这样的水边的这种骑行步行道，景色还是挺美的。
我记得当时来到这边的时候，这边真的都是一片乱糟糟的地方，因为一大片的建筑工地，这种施工的车辆在这个地方啊，然后道路积水，总之就是感觉很不好的这一段。这一段呢，现在其实还在啊，就是我这里直过去的这条道。这边地方已经搞得还不错了。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金融论坛会址前面这片地方骑到这么里面来啊，因为这块地方应该也是刚刚修好，其实也不能算完全修好，只是初具规模而已。我们到这边来观望一下。我现在身处横沥岛间，我的身后啊，或者说左侧后面这一大片地方呢，都是这个金融会址的地方啊，非常巨大的一个建筑物。当然还有配套的岭南酒店等等啊。但是转过来这边啊，就隔着一条水道，对面的一片绿洲，其实也是横沥岛间的一部分啊。将来这个地方应该会规划成为一个非常漂亮的原生态的公园。但是呢，这个岛上还有很多的岛民啊，怎么能够把他的房子和土地置换出来，这还是一个任务。今天呢，我就是随意到这边来走走。那这边呢，就是我今天的骑行的目的地了。但是我们的骑行还没有结束，我怎么着还得要骑到岛外面的横沥地铁站才能够结束我今天整个的行程。虽然今天走错路啊，多骑了一点路，而且时间内来到了黄昏，但是在这种倦鸟知返的时辰，我觉得更有一种人在自然的这种感触啊。所以我觉得这段经历在这个时辰来到横沥岛，包括刚刚灵山岛骑行啊，还是非常愉快，有不错体验的一段骑行的经历，所以非常愿意分享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呢也有机会经常到住所周边的这些有着原生态的地方去走走，包括骑行、散步、慢跑都可以啊。我在这边继续溜达一番，然后找路就骑出这座岛，找到地铁站呢，就结束我今天几段的骑行。景色呢还是很美的，但是这么漂亮的地方，如果只是给那种开会的人来用呢，我觉得肯定是浪费了。应该开放给所有南沙区的居民，乃至广州或者其他慕名而来的人们呢，到这边是不是来休闲？所以要给大家能够提供更多的休闲的，包括停车位等等这样的设施才行。也做了一些停车位。看到这边的整体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包括这些建筑物都做得非常的圆润，有时代感，而且好像也有些趣味啊，或者说有种设计感吧。左侧就是南沙岭南东方酒店。
广州呢有白天鹅酒店集团，还有就是岭南酒店集团，包括环市东路的花园酒店呢，也属于岭南酒店管理集团管理的。右侧呢就是我们刚刚经过过的期货产业园。看这种巨大的建筑物啊，这边在它的正面啊，这些非常高大上的设施，就假如说中国以后还是完全照着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方向来发展的话呢，那这种设施将来肯定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了。否则的话呢，可能也就是去摆设而已。这个地方呢，我就感觉啊，是不是要搞什么隧道啊，这种工程的地方啊。现在这条还是恒利中路，就是我刚刚来的这条路吗？这边有无数个集装箱搭成的工棚，都是工人在这边暂住的地方。这条叫安义路，前面那个方向呢就是灵山岛尖啊。你看越秀的那个大楼，还有那个科学论坛会址，都在我的正前方。虽然已经有了很不错的进展啊，但是你放眼望过去，前后左右都是尚未完工的区域啊，所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太远的地方我就不去了，我就在这边掉头往回走了。这边应该还没有建成的地方啊，但是我们就到这边来看一看，然后就掉头了。前方呢就是岛尖啊，前面那个红色的桥就是民族文大桥了。我们再来回过头来看看，这边已经是有夕阳的感觉了。在一处尚未完成的江畔的绿地稍事休息啊，然后我们看看准备找路要回去了啊。就这边呢，感觉雏形已现，各种规划基本上都已经落实在这一片地方了，但是有更多的工程还有待完善。总之，这个岛上呢，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公园。如果你把它理解成这种绿地就是公园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我们现在向着恒利站方向骑行。你看啊，这个树影中间，右前方可以看到的，就是灵山岛尖的那些房子设施，就隔着一条窄窄的江。以后这个两岸呢会通过步行桥
连起来，当然也有隧道会连起来啊。那以后两个岛间呢就形成一体了。骑行呢就是这么随意啊，就你只要有体力有时间，随你怎么骑啊，骑快点骑慢点都不是个事。那今天呢真的，我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5:08了，超出了我预计的时间了，但是我们依然保持这种休闲的节奏啊，向着回去的路骑过去。挺美的，这个地方需要时间啊，但更重要的呢是经济周期的转换，或者说有能力的领导人呢能够把握机遇，开拓未来，最终呢就是把这个国家带到更上进的路上去。虽然说这个边上啊这种绿化也好，设施也好，只是一个雏形啊，还没有完全的完善和完成，但是我相信啊，这个方向应该是不可逆的。有发展南沙，就是发展大湾区。我相信呢，这个肯定上下的想法都是一样的。看到这边也写着南山明珠湾区跨江通道工程首7段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经理部在这里。那么你看啊，这个右侧的大工程啊，都是跟这个过江的隧道有关的。我已经看到右前方的凤凰桥了，所以动力站应该就在前面了。真的，在这样的黄昏时段啊，在外面骑行，但是呢，向着家的方向骑行，我觉得这是最动人的时候。有所谓的倦鸟之赏。你在外面呢，有了一天的感受，就在骑行当中呢，获得了身心的愉悦。我觉得这就是最有意义的事。现在从凤凰桥下穿过，你看啊，左前方这个太阳已经西沉，只是有云层啊遮蔽，只露出了一些光亮。在这边呢，也就快到我要去搭乘地铁的车站了。美好的一个下午，分享给大家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啊，这个右侧这片地方呢，是一个什么湾区金融城的项目，好像是葛洲坝还是什么地方建设的。那以前来的时候呢，都是乱糟糟的，现在土地都平整了，取而代之呢是平整宽敞的停车场，还有就是更多的草坪。这个后面呢种了很多的栎木棉花啊，开得非常的灿烂。那我就顺着这条单车道向前方的恒力站骑过去，分享给大家。
谢谢大家的陪伴、跟随和观赏。我们改日出行再见吧，拜拜。